去，把王储于丹叫来，叫他带上武器，上马出发。那是什么人？有刺客！报上来人！父王，跟我来！好，一起追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为大月之王来报仇的。别过来，让我一个人收拾他。昆仑神。父王，刺客是月之国派来的。这个月之国还不认输，现在逃到哪里去了？传令王子伊之邪，让他好生准备，等待命令。我一定要消灭这个背信弃义的月之国。地中行月的意思，我匈奴周边的汉朝驻军就不值得一提了。是，汉军主要是车兵、步兵，而我们是骑兵，毛驴怎么能对付老虎和狼群呢？大单于，奴才认为要对汉朝人毫不留情地用兵。在内的富庶，是大单于难以想象的。钟行月，我知道你对汉朝非常了解，不过本单于此时最想要加以惩罚的是大月之国。
关于他们，中行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大越之国，他们夏季去北方放牧，秋季南下，冬季袭击我们的边境。我们只有在夏季在牧场上攻击他们。这时，他们的马是无用的，雄马正忙于和雌马交配，雌马正忙着缠小马驹儿。如果我们在那时袭击他们，使他们与水源和牧场分离，在数日内就可以打败他们。你认为眼下该调回一支些的骑兵，去攻击月之人的牧场？现在正是时机。传令医治邪王子，让他率军出兵，攻击月支。在出征前，我要以狩猎之仪亲自检阅他们。河间王刘德拜见太皇太后及皇上。恭祝太皇太后，陛下圣安。胶东王刘瑞拜见太皇太后及皇上。恭祝太皇太后，陛下圣安。淮南王刘安拜见太皇太后及皇上。恭祝太皇太后和陛下圣安。入席。陛下，你先说两句。还请太皇太后训示。诸王常年在远方频藩，辅佐天子，支撑我汉家天下，辛苦了。只是树高千尺，老根儿还在这里呢。今日诸王入朝觐见，制度倒是其次，大家济济一堂，叙叙天伦之乐，才是老身的本意。河间王，臣在。老身听说，你收集到许多旧书典籍，比天禄阁的皇家藏书品种还多。自秦焚书典籍散落民间，臣正以重金收购，将来献给皇家。很好，河间王言行可登大雅之堂。谢太皇太后勉励。淮南王，你写的那部书不错嘛。臣实在不敢当。老身倒觉得淮南王不必这么谦虚，所以老身给你的红列赐名为《淮南王书》。你这部书博采众长，可传世。陛下，你也认真读过此书了？朕以为淮南王的学识渊博，我看不只是学识渊博呀，而且这部书中深藏帝王之道。我想请淮南王明日去东宫坐一坐，
老身对黄老学说有些心得，明日想与你切磋斟酌，改天还请你到太学堂上给年轻一辈儿们讲讲。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。讲得多好！陛下，天色已黑，要不今天晚上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，弄点热的吃吃。也好。有人吗？开门！开门呐！喂，谁呀？平阳侯在附近狩猎，想在贵府借宿一夜。哦，你们先等着，我去禀报一下啊。喂，哎，郭姐，原来是卫青老弟啊！都说你入宫随了皇上，是郭姐吗？皇上，平身吧。把马拴好了，都进来吧。皇上请。不必拘礼，快去弄点吃的喝的。都听到了没有？快去！诺。郭姐，你这个庄园很不错呀。你郭姐不是一个赶马车的吗？怎么竟能如此阔绰？这卫青过去也是骑奴，如今不是也成了陛下的武士吗？陛下有所不知啊，郭大侠乃是当今江湖第一豪强，可以权行周御，力折公侯啊！是吗？那朕这儿正好有一件事情，你郭大侠是否也可以给帮忙啊？陛下，见笑了。陛下还有什么事用得着小人来帮忙？朕在找一个人，看看在哪儿能够找到他。什么人？一个叫金俗的女人，听说就流落在附近的乡下。啊，那好办，小的着人替陛下查一下。淮南王刘安拜见太皇太后。这么说，你献呈淮南王书，正是要针对朝廷前一段独宠儒学的时弊。正是，臣下以为，黄老之道博大精深，包罗万象。书中的主述训一篇，阐述了君王驾驭群臣、治理国家的策略和手段，是臣专为皇上奉献的。前一阵，皇上重用强化王权的儒士，实施大有为之政。抛弃我汉家立国以来无为而治的国策，
其结果必然是好大喜功，华而不实，国运不振。皇上年少气盛，处事实欠周全。很好，真该让皇上也来听听。来人呐，在。去把皇上请来。回太皇太后，未央宫那边说了，皇上今儿一早便带人去上林苑打猎了，说是，今晚也要在那边露营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一国之君。我们在这里为他操心国政，他倒好，玩去了。哎呀，摊上这样的国君，怎么不让老身操心？庄庆迪，臣在。你即刻去上林苑，提醒皇上，祖上有制，隔日避朝，民臣必须回宫处理朝政，叫他别玩过了头。如荒喜国政，他这皇上就别当了。臣这就去禀告。慢，你就这样对皇上说：明日早朝，老太太在朝上等着他呢。臣记住了，这就去讲。太皇太后，前个晚上还温柔百般，然后就带人去了上林苑，这一走已经大半天了，连个口信儿都没有。你说这皇上到底想怎么着？我摸不透他，一点儿也摸不透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些，我只要你回答我，你是不是还想让他继续当这个皇上，还是想让别人来当你的皇上？女儿啊，这回可真到节骨眼上了。母亲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嘛？如今这朝廷上上下下都有人，尤其是窦家的许多人都在怂恿着老太太让皇上下台。你娘只要再使点力，皇上是必倒无疑。可是这皇上倒了，你这个皇后也就肯定做到头了。我不想日后再听你抱怨什么。娘问你一句，你是想鱼死网破呢，还是想好生的跟他过日子？要依着我恨起来的时候，我恨不得把它剁碎了，放到锅里给煮了。可我心里其实又喜欢他。要论这心吧，谁做皇上都没有比他更合适的。他心气高，志向大，人又聪慧。我在这世上再也找不到比他更英雄的人了。哎呀，母亲，女儿恨他，就是想看看，如果他当不上这个皇上了，他那两只眼睛是不是还会像现在这么骄傲？哼，盛气凌人。我的傻孩子，如果他不做皇上了，那任他眼里再闪什么光，也都不重要了。这么说，太皇太后让皇上明天一早必须上朝。到时候朝鼓一响，皇上不到，那可要出事了。你呀，立即去禀报，好几10里山路，可耽搁不得。这我知道了，只是皇上没有早起的习惯了。再说，又喝了那么多的酒，恐怕……怕不怕是你的事儿，朝不朝那是皇上的事儿，你们看着办吧。臣还要连夜赶回宫去，告辞了。哎。这可就怨不得我了。着人去告诉皇太后，让她今天也上朝去。我倒要看看是他刘彻的骨头硬，还是祖宗的章法硬。吁！
吧，去那边看看。来，在，叫他下来。去，诺。哎，你们别过来！哎，下来，下来。不不不！哎，下来呀！拜见太皇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我交代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？禀报太皇太后，已传令程不识将军今天一早加强仪仗警卫。哪用动刀动枪的，找人写个诏书就行了。他这皇上当的，当儿戏似的，真气死我！文武百官列队朝拜。各位都看见了，这大卫空空啊，唱主戏的没来，看戏的可都齐了。武安侯在吗？臣在。我老了，这记性不好，你学问大。你说，按照祖制，这皇上过了时辰还不上朝，是件能够允许的事吗？回太皇太后，臣下以为，皇上年轻心性未定，常爱微服出巡，偶尔误一点时辰，倒也不算是太大的事情。更何况当今朝政，主要是太皇太后临朝打理，即使皇上不在，也误不了国家大事。你倒是会捡好听的说呀。老身问你的是，什么叫祖训规制？武安侯，回太皇太后，当然，若严格考究，高皇帝确是对后世天子立下了严格的规制。你就当着老身，当着王太后，当着各位大臣，给我们细细说说。
微臣微臣遵命。根据高皇帝祖训，后世天子若太后、太皇太后在世，天子必须依时朝觐，以尽孝道。每隔5日必须奉礼问安，觐见太后、太皇太后，禀报重大国情政事。这小子有10多天没见着他的面了，这算不算伪制啊？是伪制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天子逢1逢5必须临朝会见大臣，处理朝政。如有违背，则违背怎么了？则当着老身，你就大胆的讲。伪实伪制，伪制伪实，则为怠忽国政；如四出田猎游戏，则荒息国政。这臣下有错，必受天子处罚。倘若天子欢喜朝政，有处罚吗？回太皇太后，臣着实不敢善意处罚天子之事。太后，这老身糊涂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逢几了？回太皇太后，回太皇太后，今天是8月15团圆大节，也是阖家团圆的日子。那现在都是什么时辰了？莫非还没到朝会的时间吗？回太皇太后，可以召金门代召计时侍者来问问。小臣叩见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臣复姓东方，名硕。我问你，现在到了朝会的时辰吗？大臣们的时辰已到，皇上依例可晚来1个时辰，所以还差1个时辰。是吗？好，我们等。东方朔，你去那边盯着沙漏，看着计时尺，时辰一到，即刻来报告。臣遵旨。这沙要是漏得太快，你就很简单。时辰到了没有？还没有到。皇太后，如果今日误时，皇上久久不到朝，老身可是不得不依祖制责罚皇帝的。东方朔，时辰到了没有？回太皇太后，还没有到。还没到。
计时逝者，怎么回事啊？回太皇太后，确实还没到。还不到？那也不等了。这，我要拟诏，待臣再去看。写建元元年，汉室第5朝皇帝刘彻禀太皇太后，臣有要事禀报。讲。臣内急，想要如厕。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？去吧。皇上驾到！是皇上。皇上回来了！皇上驾到！皇上回来了！皇上回来了！怎么回事？禀报太皇太后，皇上他回来了。恭请皇上圣安，吾王万岁万万岁！都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皇上去哪儿了？回奶奶的话，孙儿尽孝心去了。今日朝会大事，你竟然迟迟不上朝。5日当觐见奶奶，你也多时不露面。你这个不孝的孙儿，还讲尽孝？你尽的是什么孝啊？奶奶，孙儿要尽的是做儿子的一片孝心。孙儿替母亲找回了她失散民间的女儿，朕的姐姐。宣皇姐金俗上殿。带来人上殿。我的女儿，下去吧。姐姐，到家了，别害怕，啊。金俗，真是我的女儿。俗儿，这是朕的皇姐，失散多年了，进殿来见母亲。来，拜见母后，拜见太皇太后。来，你不想母亲吗？别怕。快去。
金苏，是我的女儿。苏儿。真的娘是没有办法呀！苏儿，娘再也不离开你了，再也不离开你了，苏儿。奶奶，其实孙儿知道，奶奶呢，一向教导孙儿要以仁孝治天下。可是自从上次奶奶告诉朕，母亲还有一个女儿失落在民间，让母亲伤心，朕不能不替母亲分忧啊。也是天道昭昭，让朕找到了自己的姐姐，既替母亲减轻了痛苦，也实现了祖宗提倡的孝道。别哭了啊！好了好了，算你会说话。但愿你对我这个瞎老太太也能有这份孝心。快来拜见太皇太后！快拜见太皇太后！祖母在上，这是天经地义呀。拜见太皇太后！退朝吧。臣等敬贺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上阖家团圆。册封金俗为修生君，召皇室公主安置。今天那个沙漏是怎么回事啊？臣查了，可能是那个东方朔搞鬼，他把漏下的沙子全装进了自己裤子里。什么？所以那1个时辰等于以往的3个时辰。他真的把沙子都装进自己的裤裆里。回太后，千真万确。也不嫌硌得慌，那滋味儿好受。臣要严罚他。算了，这小子倒真有点鬼聪明，难得他对皇上这么忠心。微臣拜见陛下。你就是那个会吹牛的东方朔吗？请陛下恕罪。你没罪，今天反倒还有一功。你这个人还挺机灵啊！回陛下，微臣奉旨代召宫门，只能尽这点愚忠了。皇上何时回来，微臣做不了主。可是既然让微臣掌管这沙漏，那么
钟点时辰这点小事，微臣还是做得了主的。不论皇上何时回来，微臣一定要让这个沙漏是正点。哼，你这个人很有意思。好，这样吧，朕在上林苑打了几只鹿，章还有野猪，要分给大臣们，也有你一份，以示奖赏。谢陛下。平身吧。我说我没看走眼吧？想当初从你那吹牛皮的对策上，我就看出你小子机灵。要不怎么专门把你调来金马门掌管沙漏呢？这还不错。今日啊，你救了皇上一驾，赶紧的去分你那个野味儿去吧。喏，记住了，那可是御赐的。不是我小气，是我怕给主父先生惹麻烦。你当这肉人人都吃的吗？啊？哎，你吃的我就吃不得。来，说肉给你说啊。嗨，放心，皇上要来，我来对付。我正有些治国大计要跟皇上讲呢。皇上的赏肉在哪儿呢？在这儿，已经成仙了。放肆，大胆！随我即刻进宫，皇上召你。哎，这肉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他，你也得带走啊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微臣愚钝，今天又犯了罪过，现在后悔莫及，特奉旨前来请罪。你说你还知罪啊？是饱读诗书之人，怎么偷别人的肉呢？你说说，不是也分了你一份吗？陛下，那肉本来是想，若皇上不责，就吃掉；若皇上责备，就退还皇上。朕当然要责你，当着百官的面没大没小，没规没矩的。朕还要罚你，退回来，退回来。那肉呢？啊，报皇上，肉已经没了，没了。那你跟朕说说，哪儿去了？是不是进了狗肚子了？回陛下，没进狗肚子，鹿跑进了2位高人的卫宫里升天了。什么高人？啊，一位就是皇上赐号会吹牛的东方朔，啊，还有一位更高的高人，就站在那里。草民主父偃恭请陛下圣安，臣有重大施政建议要向天子面陈。死子割肉的下去吧。谢陛下。坐。东方朔，微臣在。你听好了。你的朋友若真有高论的话，朕倒也罢了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你那肉可要给朕退回来。在下深知陛下目前处境艰难，陛下是大有为之英主，既要有为，就要有所不为。那依主父先生看来，朕眼下应该注意些什么呢？世上除了皇上，还有另一无形主宰，那就是舆论，是无冕之王。
舆论，无冕之王。圣人讲，治国必先治人心，可是人心跟着什么走呢？那就是舆论，舆论又是随着什么人走呢？什么人？就是太皇太后最看不上眼的那些书生。天下的舆论，实际上都是随着那么几支笔杆子走的。著书立说，传播道义，因势利导，终成气候。陛下如果不去争取舆论人才，就会被淮南王刘安那样的人掌握控制。陛下最近的这些教训，难道还不够深刻吗？有道理。是啊，当初董仲舒的天人三策，给朕极大的启迪。如今主父先生的一席话，让朕听了呢，也颇有些道理。这样吧，你嘱咐燕就替朕多找些这样的人才来。哎，也没什么正事儿，无非就是陪着朕呢，喝喝酒，聊聊天儿，谈天说地，打发时光罢了。这皇上每天心情怎么样？皇上近来很高兴，召集了一批文士吟诗作赋，调皮扯淡，喝酒玩游戏。那你看见王太后去找过他吗？没见过。那皇上狩猎的时候，又跟什么人一起去呢？皇上外出游猎，都是打扮成公子哥的模样，自带吃食，借宿民家，百姓都不知道他是皇上。听着皇上图逍遥，我也很高兴。好，你呀，就再给我盯紧着点儿。诺。陛下，陛下，臣来请示陛下，下午的围猎是否照常安排？陛下如果感觉不适的话，臣可以不，照常安排。臣领旨。上林苑是朕养气的好地方，10年养气，养骨气、义气、勇气、和气，养浩然正气。你卫青也要借此好好磨练自己。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啊！你手下可以调动的羽林有多少人呢？臣属下只有800精骑。当年晁错讲过，没有常胜之兵，只有常胜之将。如果从你的800骑中，将来能够历练出100名将军的话，那就足以抵上80万骑。80万骑？是啊，上林苑是再好不过的演兵场。朕让你把羽林卫队办成一个军官学校，把狩猎当作作战，每名郎官军士轮流指挥，这样用不了几年。1胜2， 2胜3， 3胜无穷。你懂朕的意思吗？懂了。
拜见大单于。汉使来了。好。好酒。让他进来。来，倒酒倒。汉使进帐。大汉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。好酒，这酒错是啊。多送给点。哎，也是啊，喝，来倒酒啊！以后你们多送点这个酒。是啊。你们汉朝还有皇帝啊？吃肉。究竟是老的还是小的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汉室天下从。我皇帝在国策方面多采纳太皇太后的垂范，这也正是我华夏历来以孝道治天下的传统。我干了啊！来，一起干一碗！来，钟航月，你是汉。你们俩把它给我穿上，穿上！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还是换衣服啊？换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对，哎。
你们看呐！立刻骑马到河边的草丛里跑上一圈，快去！好。钟航月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这卖身投靠、背弃祖宗的家伙！哎呀！是什么呀？烂布头。大单于，我匈奴论人数，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。可是为什么能让汉朝如此害怕？就是因为我们的衣食风俗生活都和汉人不同。如果我匈奴改变了生活习俗，专是模仿汉朝的东西，这样发展下去，用不了几年，汉人的衣食文化就会大量进入匈奴。汉人的美酒美食会腐蚀我们的心态，我匈奴就会被汉人不战而击。皇帝的问候。送客，请。
大单于对他们汉朝来使也太客气了。就是嘛，是的，为什么这么对他？我们的大单于一向不是这样的。说的一点都不错，云雀跟山鹰怎么比啊？是吗？现在的汉朝小皇帝就是一个不会叫的云雀，我们的大单于才是高陵群山的雄鹰啊！臣出使前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还有皇上亲自说话，均要求臣务必转达对南宫公主的思念之情，尤其是皇上亲自折柳送臣之坝上。这么多年了，彻儿已经长大了吧？他现在当了皇上，出落成什么样子了？这么重的担子，他担得起来吗？如今皇上威武雄壮，才智高奇，在上林苑打猎，曾单人手持白刃，力夺黑熊啊！请起吧。智儿的事我也听说了些，请汉室回宫务必代我转告他，不要任性，更不要和太皇太后拗着。为人君者，当能宽忍大量。来日的路还长着呢。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。哎呦，我们的脱缰野马总算是回来了呀！听说你最近还带着一帮铁工在烧炉子炼铁呀？怎么样啊？练成了那个叫做什么金刚的吗？孙儿无能，那冶炼金刚的窍门，孙儿始终没有找到。是啊。这人世间做任何事，都要找着窍门。做皇上也得懂窍门啊！谢奶奶教诲。而孙儿对我大汉的周边邻国了解甚少，其实那冶炼金刚的技术，就发端于匈奴西边的西域，而孙儿对那里却一无所知。对西域，老身也是耳闻不多呀。奶奶，孙儿想派一名使节去西域，代替孙儿去了解西域的风土人情地理。哦，这是正事儿啊，应该。可是你想派谁去呢？这凿空探险开天的事要年轻人。西域啊，那个地方，奶奶听说过。唉，虽然我这瞎老太太对他没兴趣，可你这做皇上的，连周边国家的地理人情都搞不清楚，你怎么去睦邻安邦啊？那不就跟我这瞎老太太一样了吗？好，派吧，派就是。孙儿谢太皇太后。陛下，臣收到一些关于匈奴情况的情报，特赶来向陛下请示。好，据说关于匈奴人。聪明，你明白朕的心思，讲讲。啊，是的，陛下，匈奴危害边郡，屡杀百姓，掠夺财物，我朝廷理当给予重击。
但陛下初登大位，我想还是必须坚持和亲。臣以为，为了长久之计，朝廷必须有一套战略来制止匈奴。朕早晚要收拾他们。卿有何良策？前不久，匈奴小王阿胡尔率部归降，他说匈奴已经打败了月之王。他们把月之王的头颅割下来制成了酒器。虽然月之人逃到了很远，但是月之国痛恨匈奴人，一直寻机报仇，只是苦于没有盟邦帮助他们攻击匈奴。臣以为，若我们能派出使臣与月之人联络，约其共击匈奴，这样未来制服匈奴就不难了。这主意很好，朕定了。和亲之策仍旧进行，联系月支的事也同时进行。你看派谁去好？派到西域去的使臣，陛下须有胆识，性格坚韧，身体强壮，忠于王室。臣以为，不妨从内外公开招募能人来出任。好，朕就派卿去拟一份招募文告。和亲派谁去呢？博士公孙弘可担当此任。就公孙弘了。朕征召有志有胆的勇士，跨过草原大漠，去寻找大月之国。哎，听说皇上整天在上林苑打猎，怎么突然又瞄上西域了？你说有谁愿意去那一方之地呀？是啊，那草原大漠雪山可不是玩的，而且还隔着个大匈奴。是啊，能当汉使当然荣耀，只怕有去无回，比登天还难呐。哎，可不就是嘛。哟，真有人接皇榜啊！哎呦，胆不行啊！行吧，小伙子。哎，在这儿呢！哎，有了。陛下，张骞啊！陛下，臣听说朝廷正在招募出使西域之人，臣愿应募。哎，下来吧。哎，你们看，其实那边也有啊。你是朕身边的侍卫，你又没去过西域，你知道西域吗？臣虽然没有去过西域，但略知西域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臣家中有一家奴，名甘夫，是胡人，常与臣谈论关于西域之事。陛下，臣年轻力壮，又粗知西域状况，绝不会有负使命。陛下为何要笑我？朕是在笑自己。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置朕的榜文于不顾，只有朕身边的你来应召，难得呀。臣自有追随陛下，深知陛下此举是长经远虑的宏图大计，臣愿意担当此任，不找到月之国，绝不还家。
你先回去吧，朕自有主张。谢陛下。勇士们，都起来吧！照我说啊，你根本用不着挑，这里的羽连个个都是千里挑一的，骑射刀法无一不精。愿意随我出使西域的，举手。怎么，在宫中还没有待够？随我出去散散心，远渡天涯，横绝沙漠，纵马草原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听说西域的女人可是漂亮啊，像你们这样的汉子，一个还不得配上3、4个呀？真的呀，真的。真是。我去。举手的你就留着用吧，没举手的统统跟我走。想得到美，3、4个女人，那还用得着皇上亲自发榜招勇啊？好，真有你的。赵谦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和韩嫣陪着朕在太子学社读书的往事吗？怎么不记得呀？一段美好时光，陈永真难忘。少年意气，吞吐江山，志匡社稷。你还记得，朕曾在宣室内带着你跟韩嫣射匈奴标靶。臣记得，那天陛下还发了很大的火呢。朕这一辈子最为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送姐姐南宫公主嫁匈奴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朕才知道了什么叫痛苦。明明是匈奴在边境烧杀掳掠我军民，父王顾及国内形势，为避免战争，不但不起兵抗阻，反将亲女儿送出远嫁。临走的前天晚上，姐姐一边哭着，边着风铃飘带。朕就问姐姐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姐姐说：“若父王还能长寿，我们一家人就还会有相见的一天。”姐姐太单纯了，她还不能体会人生的艰难。朕再也不能容忍将国家的安危放在女人的胸脯上。哼，什么和亲？朕早晚有一天一定要改变这一切。改变这一切，就从现在做起。除了军事准备之外，外交努力同样重要。赵谦，朕寄希望于你。你此次出使西域，事关我大汉兴亡社稷安危。朕本想在灵台密库中找件西域的地图给你，但竟找不到一件。看来这破荒之路，只有靠你去探了。你在外要招扬我大汉国威，凡事要有大国气度，不要让胡人小看了。臣谨记陛下重托，一定不负使命。好。陛下，奴才有事禀报。
什么事啊？奴才最近听说贵气中有些异动，提请陛下留神。只不过是用了些人，非常之人。这些人才都是他们看不上也不想用的人，朕就用了，怎么样吧？谁要是觉得能比13岁的桑弘羊更善心算，那好啊，朕也让他入宫来主司才艺。谁要是觉得能比东方朔更会讲笑话，朕也让他代召金门。能比司马相如强也行，朕就让他也做一篇上林赋，给朕看看。不如把太皇太后接到上林苑来，让他老人家亲自感受一下，也好打消疑虑。看世界的人，他用的是心。在他的心里头，早就看透了朕。陛下是狗奸杨得意。陛下，朝廷里确有奸人，您还是回未央宫去吧。未央宫就安全吗？也许，这就是天命。天命？什么天命？先帝特别关照皇上，怕不是没有缘故的。丫头，你信这一套啊？娘可从来不怕这天命。芝儿这孩子，他伤了我的心。赵婉王臧是什么东西啊？女儿倒觉得母后不必再纠缠此事了。其实皇上他就是人大心也大，他这2年可比早几年前历练多了。那些事啊，我看就算了吧。你呀，到底丈母娘还是向着姑爷呀？那你让女儿怎么样呢？皇上纵然有100个不是，可他毕竟是我的亲侄儿，我女儿的丈夫，就是打断了骨头，还不连着筋呢吗？娘，无论是河间王刘德，还是淮南王刘安，更别提我那药罐子的老公，我们还能靠谁呢？娘，我就盼着
这皇上再大些，成熟些，将来自然会对我们更好一些的。好吧，其实我又何尝不爱这亲孙子？只是这个坏小子太让我担忧了。我实在是怕他中了那些儒生的奸计，而不自知啊。这孩子自小桀骜不驯，那确实是个好苗子，先帝眼力不错，但还要试。只怕这孩子还是不成熟，我还要看看他。我捧淮南王，那也是想要给他树个对立面，我倒要看他怎么办。可那淮南王盯上这皇位了，听说他那女儿在京城里就像个娼妇，四处跟人乱睡，其实他们都是在做梦。为实现刘彻结交盟友的宏伟战略意图，张骞及其精心挑选的100多名随从人员，秘密地由长安向西进发。他们将穿越匈奴地域，去寻找大越之国。2000多年后，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们把这次出使的这支小分队视作开拓西域、建立连通欧亚之间丝绸之路的发端。但是，当目送这支小小的队伍离开长安城，走向绝域，即将开始长达10多年的苦难征程时，发起这次远行的汉武帝刘彻，当时却根本不知道，张骞一行是否还真的能够回来。